是不是又惹祸了，又给人惹急眼了？因为啥呢？我妈她不习惯管人叫英文名，就想给我老公起个中文名。我老公说，那我得要个好听的。我妈憋了一天，最后问他，你觉得黄大吉怎么样？我老公说，这不好听啊。再说我为什么要姓黄呢？我认识的姓黄的就仨人，物业室那个叫黄哥，故宫里那个叫皇帝，医院门口的叫黄牛，没了。我为啥要跟他姓呢？我妈说，你个记性，我姓黄啊。大胖媳妇说，我为什么要随你姓啊？我的中文名构成，我不应该复姓姓大胖吗？而且我们读名的时候，经常是名的首字母简称加姓。那你给我这个黄大吉写出来就是 DJ 黄。我不喜欢 DJ， 我是个田径的人。我妈说，你不懂大吉多好啊，好在它的寓意。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，把好的寓意进行一个简缩，成为你的名。大胖媳妇说，啥寓意啊？拿出手机用字典一查，一个 luck 呀，再进行一下解说，我的名就叫黄逼辣。我妈说，那还不如大胖媳妇呢，但大胖媳妇的名太长。我老公说，那我也可以把大胖媳妇用你的方式进行简缩呀。媳妇随夫姓，姓张。大胖媳妇的寓意是外国的外夫很 fight， 我叫张 WiFi 嘛，张 WiFi 嘛。我妈说，你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你随便叫去吧，还张 WiFi， 你叫张无忌吧。我老公说，张无忌好听，很耳熟，是不是娶小龙女？然后我妈就被他惹生气了，他就想方设法哄嘛。先是挑战给我妈做饭，做了一个拔凉的三明治，里边是生的鱼。我妈吃了2天，浅表性胃炎都吃成糜烂型的了。我妈说，你能不能在做西餐的时候加点东北元素？我老公憋了一天，给我妈点了一份酸菜血肠杀猪菜。我一看好像是上道了，结果人家撒上奶酪放到披萨上给烤了，最后烤出了酸菜血肠披萨饼，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。我妈说，那你杀猪菜直接杀到了意大利。我老公说，这个披萨就是血腥玛格丽特。然后他就又琢磨咋让我妈开心。我妈那腰托很严重，每天呢去校车点接孩子，来回又不能打车，就有点累。我老公想了很久啊，最后给他丈母娘憋出了一个坐骑，让我妈某时过一刻下楼领车。我妈一下楼，车来了，多拉风。他说，姨妈，你看这个带山灯的多拉风。我妈说，你不用拉，我已经疯了。我妈说，我62了，你让我骑它像个街溜子。我老公说，像啥？我妈说，街溜子。我老公，街溜子都比黄大吉好听。我叫街溜子嘛。你看我们外国人一出去重要场合、国际会议，经常彼此不称呼名，称呼姓。那我的称呼就叫街。然后我妈就彻底不搭理他了嘛，她也觉得有点心虚，跟我说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来安排。我听说啊，后海附近有那种人力3轮黄包车，我就让他叫我黄大吉。今天黄大吉骑着黄包车，拉着黄女士出去兜兜风，赶紧的收拾。还价，你不用急，你放心，有了它出门省1半时间。这是一瓶多效合一的养肤妆前，妆前你就涂它，免得你用各种护肤防晒，整天好多层都搓泥。这个一瓶全顶了，省时省力，1年4季都能用。你看这个质地非常丝滑好推开，我先去上半边脸啊，它是那种很自然的提亮，不是那种厚重的假白，而是就是妈生白那种感觉，而且它成分天然，敏感肌也能用。现在是这边涂了，咱再看一下防晒效果啊，50加防晒值，秋冬紫外线是很强的，一定不要忘了防晒。现在这边脸，我把那边脸画上，咱就开始化妆，就出门。妥了，走。结果一开门，我妈已经被气回铁岭了。好妹子，可能去可谈了。大胖媳妇给我妈气哭了，真的。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。我听我妈的描述啊，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，不可思议。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，给我气笑了。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，来北京了，马上复查了才知道，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，就是复查的头1天得入院，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，不能出来。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，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，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。然后我跟你说哈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，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；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，蛮子就跟张大野出国似的，也没事儿。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，但又觉得自己会，最容易出事儿。就是那句话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，因为他真敢下呀，真敢下呀。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，就盯着大胖媳妇。哎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，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。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，你住吧，阿门阿门。这不孝来的太具体，我妈没反应过来呀。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，又来找她来了，说那什么，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，跟我妈说你住呗，我就一个充电器，你让我先充完的。给我妈委屈的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，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。我看明白了，我是谁呀？咱可不敢麻烦人家。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，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是咋的？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我妈住院，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？大胖媳妇很无辜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，唯物主义者。我妈住院我也不陪，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。她还挺有理呢，还跟我说，哎，对了，咱妈挺诡异呀，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，到现在没回来，要我出去找找，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？你说？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。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，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，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，不止30%
时高浓波斯盐，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，给我妈送去美容抗老，气儿能消不老少。去看我妈之前，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？我去楼上买点毛巾牙刷啥的，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当时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让我同事跟着他，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，你都帮我记下来。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。5分钟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姐你快下来，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，还扬言要打造山东。你问他那有人参不？你有人参吗？喝啥？人参，你的人参怎么样？晚上怎么样是吧？晚上还行不？你的人参长吗？长。你的人参从哪来？从长白山，东北长白山。我的媳妇东北。喜欢东北啊，喜欢东北。你管他叫山东打造。我要打造山东。可以啊，山东不错是吧？我也打造山东。你好，你我也打造山东不错。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我妈嫌我婆婆不要强，想利用我婆婆在加拿大给她开饺子馆，真事儿。你看我妈吧，贼烦我婆婆，这大伙也知道。但是温迪走之前呢，他俩这关系有所缓和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妈是个生意人，她在温迪身上看到了商机。很早以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妈来看我，我妈因为吃不惯就开始自己包饺子。然后你们知道饺子这个东西吧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家里包的香。我身边这些外国人呢，连正宗的中餐馆都没咋去过，所以那真是吃的急头白脸的。当时我妈就看到了商机，就跟我说读什么博呀，就在大本钟底下开饺子摊儿。然后温迪从铁岭走的时候呢，也贼爱吃俺家饺子，还跟我妈说，我能不能用保鲜盒包一盒饺子，给我加拿大的老公和2个女儿带回去？我妈本来要埋汰他，就说不是，你在加拿大买一盒饺子多少钱呢？至于吗，温迪啊？温迪说一份10个$15。我都能听到我妈脑袋里不灵一声金币响了。我妈赶紧继续追问，哎，温迪，你在铁岭吃过的最香一顿饺子是哪顿？温迪说昨天晚上那个。我妈说昨晚那顿是驴肉馅的。哎，你就没有想过在加拿大卖驴肉馅饺子吗？温迪说加拿大没有驴。我妈说那你去搞驴啊，有需求就有市场。温迪说我上哪搞驴去啊？大胖姐自己在那一顿查呀，过一会儿偷摸过来告他妈。这事儿还真能解决。我查了，你让马和骡子在一起生小孩，生出来的就是驴，就是驴。温迪问我是这样吗？彩玲，我说是骡子是马，生出来溜溜嘛。于是我妈就开始疯狂给温迪洗脑，先打听了一下温迪的工资，发现不高，然后就开始灵魂3连问。你有梦想，想给自己当老板，想将来老了的时候留给自己的子孙一个江山吗？温迪想了一下说不想，不想。我妈说你听我说，咱们开一个饺子馆，我出专利，你出力，绝对能挣。温迪说不是，加拿大人没有出去吃饺子的习惯。我妈说我们以前也没有出去吃汉堡的习惯呢。在抖音出现之前，人们也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呢。现在万千人刷着手机看别人叭叭唠着，是因为有人先研发了 TikTok， 习惯是引导的，需求是用脑的。加拿大人吃饺子是需要用营销去干扰的。我们面前这盒你要拿回加拿大的饺子，在你眼中是你温迪的个人需求，在我眼中是加拿大西海岸乃至北美乃至全球万千人的需求。这保鲜盒就是铁岭和加拿大贸易的廊桥，我妈真燃起来了，但是给温迪做培训的时候还是得整疯了。是这样的，温迪必须需要我妈给他一个梯度表，包10个饺子、50个、100个、200个，分别用多少面多少水，必须用一个表格形式展现的一目了然。我妈才发现温迪这个算术啊、99乘法表啥也不懂，也懵了。说要不你跟你孙子先用学而思吧，先学数学。那以你的水平，我比爱算数都够你一项。学而思学习机不仅搞定你数学，他英语的外教老师发音听起来比孩子他爸还有文化。课程跟动画片一样，拿铁现在最喜欢这个魔法七巧板，锻炼手脑配合能力。为了确保他能学着点手艺，我妈还特意邀请了我2姨、我老姨辽北蒸煮水饺双煞来给他做了一个沉浸式集训，就是跟着2姨老姨学会包饺子，把手艺带回加拿大，用2姨老姨的手艺赚加拿大人的钱，这就叫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我妈说了，我们的口号是旗舰店在温哥华，分店遍布北美洲，让世界拥抱来自铁岭的翠华蒸饺逼丝绸。但是呢，那温迪学2玩意儿都就饺子吃了，就她也被我妈燃起来了，打鸡血了，回去就开始给她老公包了一顿。她以为当时她都看明白了，结果第一次面对这个多少面加多少水整稀烂。我说当时你不是跟了1下午吗？啥也没学着。她说我也听不懂他俩说啥，就只能靠饺子来在旁边给我翻译。他翻译那个内容里，你2姨和你老姨也没咋唠包饺子，就一直说那个赵玉霞要离婚，